欧盟7国集团和澳大利亚日前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设置每桶$60的价格上限。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签署总统令进行反击，但普京没有说明具体的新反击措施。他说，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是非市场工具，将破坏全球能源行业，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25号表示，俄罗斯绝对不会按照西方设定的价格供应石油，即使成本上升，俄罗斯也会寻找新的市场和物流。美国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唯一受益者，欧洲却因为通货膨胀加剧，企业竞争力降低，付出了代价。石油限价协议在短期之内对俄罗斯经济和特别是石油的出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当然，从中长期看呢，俄罗斯可以完全克服和绕开西方对俄的制裁，特别是在石油运输和保险领域呢，是完全有替代方案的。当然呢，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不向这些所谓制裁国、不友好国家供应石油。俄罗斯的这些举措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石油价格。那么俄与西方的这种博弈是长期的，那么制裁与反制裁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最主要的内容。俄罗斯联邦法律信息官方门户网站发布的总统令显示，普京26号正式设立了俄罗斯联邦军事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一职，并任命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一职务。根据法令，梅德韦杰夫将有权成立工作组和委员会，以处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相关活动，并有权独立召开会议。梅德韦杰夫的助理在其被任命后告诉俄新社，梅德韦杰夫先前在俄联邦安全会议监督国防工业控制措施的职责将继续作为他在军工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据俄媒报道，俄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监督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常设机构，对重大国防项目和计划进行决策，包括军事工业综合体重大政策制定、国防军事装备保障、相关部门工作组织协调以及监督执行等。此外，该机构还有权在国防领域形成每年高达1万亿卢布（约合146亿美元）的国家采购订单。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6号表示，乌克兰政府希望在未来2个月内，也就是俄乌冲突周年日前后举行和平峰会。乌方希望峰会最好是在联合国举行，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担任调解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向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的视频讲话中提出了乌克兰的和平方案。他列出了乌方的10项提议，其中包括落实联合国宪章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俄军撤离并停止敌对行动，防止事态升级，最后确认战争结束等。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邀请俄罗斯参加时，库列巴给出条件，称莫斯科首先需要在国际法庭面对战争罪行的起诉才会被邀请。不过，对乌方的这一提议，联合国方面则给出了谨慎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表示，正如秘书长过去多次提到过的那样，只有在各方都希望他进行调解的情况下，他才能进行调解。乌克兰所提出的和平倡议，实际上呢，现在就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需要观察，就是俄罗斯是否参与到这个所谓的和平的对话和和平的大会过程中。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话，那实际上这就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更多的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一场外交战，或者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一种外交博弈。那乌克兰可能会这个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展开一套所谓的声讨和谴责的一个大会。那如果俄罗斯能够参与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和平大会。此外，库列巴在采访中还提及，他对泽连斯基上周访问美国的成果绝对满意。他透露，美国政府制定了一项特别计划，可以允许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准备好在乌克兰投入使用。通常情况下，相关的操作培训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库列巴说，乌方将尽其所能，在2023年赢得这场战争。他说，每场战争的结束都是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采取的行动的结果。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指，俄罗斯从未遵循他人设定的条件，只有我们自己的条件和常识。美国深度介入到了乌克兰危机，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先进的武器，这使得俄罗斯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那么俄罗斯肯定会打破这种僵局。但是主动发动俄美之间、俄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理性的。那么未来俄与西方之间有可能就是成为这个所谓意外的这种风险在上升。俄美冲突过去是不小概率事件，那么未来俄美冲突、俄美之间的这种风险战争的风险实际上是在上升的。